我不是鬼，你才是鬼。你不用怕，你已经死了。陈老师说他会带我走的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暂时还没有感觉到你有怨气，但你别留在人间了，不然很快会变成怨鬼。这张是我的名片，来找我吧。我是最帅驱魔师刘邦朝。今晚一栋大厦前发生了一起常理难以解释的案件，一个女孩被摔死在了大厦楼顶。法医从伤势判断，她是从万米高空坠落。可局长查了最近1个月的航班，并没有飞机经过这里。就在局长纳闷的时候，法医突然被人从楼上丢了下来。天上有鬼！既然不能用常理解释，那么案件就转到了我手上。所有人跨过火圈，属龙、属猪、属狗的人别看大厦。我刚来到大厦前，恶灵就给我一个下马威，这种小场面自然不用我亲自出手。表哥，有鬼啊！我知道，别看。快跑吧！等等我。就在此时，我注意到一旁的交警似乎能看到我的搭档。我和搭档来自一个叫2002的特殊部门，这个部门向来由1人1鬼组成，专门处理那些难以解释的灵异事件。来到楼顶，我先是检查女尸，她刚死不久，灵魂还在天台游荡。原来是一个姓陈的老师，死后还对女学生念念不忘，将她害死。我见女孩可怜，就给她一张名片，当做通行证去投胎。而害人的陈老师就要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时代发展到现在，降妖除魔再也不用黄符桃木剑，而是用新研发的显形水泼在恶灵身上，这样他不仅会显形5分钟，就连力量也会虚弱一半，然后再用鬼魂克星噬魂枪打得他魂飞魄散。你不能投胎。而这一切都被那个交警看在眼里。任务结束后，新来的局长认为我们这个部门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，他根本不信有什么灵异事件。再说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案件也不能给他提供业绩，所以就打算裁撤我们部门。我是无所谓，可我的搭档阿森却不干了。见到这一幕的局长立刻认怂。下班以后，我来到装备科研主任文熙的香烛店帮忙，他却用我的手相来吓唬爱赚便宜的大妈。我哪来让他开个眼界嘛？你看清楚啊，这可是什么？这可叫天煞孤星。相书有云：命里生成不姓赵，兄弟朋友都上吊，克父克母克妻子，一世孤零命萧条。别说是亲戚朋友，就算是同事，有任何关系都会死于非命呢。这书想你敢要，你死定了，你死定了！叹气。文熙说的没错，因为我的好搭档阿森就是被我克死的，这也是我每天都在同一班公交车上偷看女神而不敢搭讪的原因。转眼间来到7月14，也是搭档阿森投胎的日子。做完最后的道别后，阿森就上路了。可我的部门向来都是1人1鬼组成，文熙很快就给我物色了一个新搭档。他符合3个条件：第一呢，天外18如来佛。他有18份见面礼给你啊！不用数了，一共18张，让我加入你的部门就扯平了。金丹福星丙己戊，在贵人福星宫里，丙己戊就是167。不服啊？投诉我。第3呢？脱裤子。干什么？想调过来就脱裤子。是你了，我就是要找愿意为理想而放弃自尊的人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调来？穿好裤子就调过来。就这样，阿伦成了我的新搭档。入职以后，我就给他配了一身跟我一样帅的装备。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天煞孤星。新同事刚来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，我只好在路上简单为他介绍如何使用装备。戴上它，这就叫追魂熔离手套。戴上它可以攻击和接触灵体。这把是噬魂枪，拉开保险，上弹夹，把自己的血抽向弹头，上膛，开枪。这瓶是现形水，泼下灵体后它会立刻现形，鬼的功力会减1半，但只有5分钟时间。到了地方后，我不想克死他，
就分头行动。我搜走的区域就像发生过火灾，巡逻的保安也被烧成了灰，而阿伦那一边却是另一个场景，一个美女主动上前要和阿伦跳舞。危急时刻，我丢出显形水，让他恢复了清醒。没想到他这么没出息，一见到鬼魂被吓得两腿发软动不了，我只好自己来对付这个女鬼。试探几招后，我发现他除了放火没有别的能力，于是便一枪解决了他。没想到在我把阿伦抬下楼后，居然又出现一只水鬼。他看到火鬼消散的魂魄，非常愤怒，要给他报仇。次日，我找到阿西，开始抱怨他给我找的根本不是搭档，而是累赘。阿西却告诉我，一人一鬼做拍档，早就说好了。你看他有什么心事没了，有什么没有做过的事，帮他完成了，让他死心塌地，一条心为你效劳。到了晚上，我想劝说阿伦改行，可阿伦却觉得跟着我比较酷，不想再回去当交警，还向我保证下次见鬼后绝对不会腿软。就在此时，四婆突然出现，阿伦再次被吓得瘫软在地。四婆拿着我的名片来，是想让我帮她照顾昏迷的孙女。次日一早，我和阿伦就来到了医院。阿伦见到四婆的孙女后，急忙拿出钱包查看，四婆孙女居然跟阿伦从小暗恋的女同学长得一模一样。就在阿伦手舞足蹈的时候，我暗恋的那个护士居然也在这里工作。原来是你啊！原来你在这里上班？你来医院看你女朋友？不是我女朋友，是他女朋友，不关我的事。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跟他说话，可担心自己会害了他，并没有表明心意。就在此时，外面又发生了一起不可思议的案件。来了，先看看吧，看看尸体呢？没有，司机呢？没有司机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那第一，这里是市区，这辆的士呢是新建的啊，你看看啊，这个收费表还在跳啊，这盏灯呢它在亮着嘞。这收费表在跳，说明是游客。游客那盏灯呢，这不会亮的。你说了，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呀？听完老王的介绍，我实在没忍住。这盏灯是不会亮。哎，我说怎么样啊？警官，在这辆车上我并没有感觉到鬼气，看样子像是被龙卷风吹过来的。实际上，这是水鬼正在寻找我们两个的下落。终于，这天他在一个小鬼口中得知了我们的信息。这天在医院看望四婆孙女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对出意外的母子，男人十分绝望的在门口哭泣。此时，母子的灵魂已经离体，而女人却不想丈夫一个人伤悲，于是便流下了一滴眼泪，让儿子回到身体。可儿子却不愿意留在阳间受苦。我见他们可怜，就过来劝说：人的眼泪代表执着，而鬼的眼泪代表爱和重生，知道吗？进去吧。我还有什么可以帮你？眼看小孩回到了身体中，我把女人的遗言告诉了男人。你太太托我带了口信给你，她说这全是命运的安排，愿你别太伤心，将来有机会陪孩子，找个好妈妈。就这样，我的一系列举动被暗恋的护士注意到。与此同时，在阿伦的精心照料下，四婆的孙女终于醒了过来，可她似乎失去了记忆。阿伦趁机忽悠：我是你男朋友，这张相片呢，是我生日的时候你帮我拍的，你看。见到这一幕，我顿时想起了文熙的话：一人一鬼做拍档，早就说好了吗？是吧？如果他注定要死，就算不做你的拍档，也过不了这关呢。这个真是你画的。我不想阿伦有什么牵挂，于是拉着他来到了文熙的纸扎店，说出了让他加入的真相。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差劲，我还要找你做拍档吗？我知道，因为我肯为理想而放弃尊严嘛，是不是？人生不离生老病死，你就快死了。我们这个部门一向都是一人一鬼做拍档，这些烧给你的。看着阿伦绝望的样子，我心里十分自责，当初就不应该让他来这个部门。为了不让四婆的孙女伤心，阿伦又来到医院向他解释两人的关系。就在此时，水鬼找上了门。阿伦见状，急忙丢出显形水，可这是只水鬼，对一切药水免疫，所以显形水对他无效。阿伦根本不是对手，被一脚踢飞。我听到声音，急忙赶过来。水鬼知道他的女朋友就是被我消灭在陆地上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于是他撒腿就跑，把我引到游泳池旁边后，直接把我推下了水。此时我也发现了不对劲，急忙向岸边游去，可在水里是对方的主场，很快我就被打得魂魄离体。阿伦急忙找来医生救出我的身体，然后用各种仪器维持我的心跳和呼吸。文熙得知后告诉阿伦，只有到我心事未了的地方找回我的魂魄，才有希望将我救活。于是阿伦冲向了我每天等护士的那个公车站，我自然就在这里，因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和护士表白。见到阿伦后，我十分坦然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，一人一鬼做搭档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是那个鬼？突然我想趁此机会和暗恋的女神表白，我想约你吃顿饭。于是便拿走了所有的显形水，一直可以显形5分钟。现在我有15分钟的时间和女神约会。为什么你身上那么湿啊？刚在厕所里摔了一跤，想笑就笑吧。
我有句话想对你说，说，我喜欢你。对啊，我喜欢你。其实我早就觉得很奇怪了，哪会那么巧啊？每天做法事我都会遇上你。没想到这15分钟这么短暂，我只能草草的结束这场约会。等护士回到医院，见到躺着病床上的我，他似乎明白了一切。由于我还在昏迷中，新上任的局长居然又要整幺蛾的。他认为阿伦一个新人根本没有能力接管一个部门的工作，要求他交出噬魂枪和装备。危急时刻，文熙赶到救场。我以上一任2002主管的身份，反对你裁掉这个部门。上一任主管是不是？正是。你都说你是上一任的主管了。2002一向由所有的景区批核。就在两人谈判的时候，阿伦发生了意外，他居然抱起水桶狂喝了起来。原来他被带回警局前就被水鬼附身，喝完水以后，他就对局长和文熙发起攻击。怎么样啊？难怪算不到你，原来你是阿峰的身。文熙知道水鬼厉害，就使出了绝招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看来关键时刻还得是我。文熙提醒我，再不回到身体就真成鬼。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阿伦被水鬼完全控制。只要阿伦2只眼睛全都变成蓝色，就会变成对方的傀儡。一旁的文熙见我一时拿不下水鬼，就给我烧了一把大宝剑。有了大宝剑，水鬼很快就被我打败。可他用的是阿伦的身体，我根本没法下死手。于是文熙又给我烧了一把锤子，这下我就可以用锤子把水鬼从阿伦体内锤出来。可就在我要成功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居然下起了大雨。本来奄奄一息的水鬼顿时功力大增，没办法了，我只好跟他拼命。另一边，主治医生唐牛见我的身体没有了心跳，打算放弃治疗，可已经爱上我的护士却不愿意放弃，拼命抢救。没想到他爱的电击居然透过身体传递了过来，水鬼趁机向我发起了猛烈攻击。就在他一拳打向我胸口的时候，一股电流传了过来，将他弹飞。水鬼也被从阿伦体内震了出来。文熙趁机把噬魂枪丢给我，我一枪将水鬼解决。都说鬼的眼泪代表爱和重生，而人的眼泪代表执着，这果然是真的。我回到身体后又复活了，从此我也摆脱了天煞孤星的枷锁，可以大胆追求爱的人。而我们的部门再也不是一人一鬼搭档，以后2002这个部门会是2个人拍档。我说的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